看你是想死！就是他，你快去传承上，族群传承不能有一丝懈怠。活着出来，你一定要活着出来！一个进步人。你们还该死！光巅风自爆，真是疯了！不会的，玛莎，我的爱人，从你陨落那刻起，我就想随你离去，只是我不能。现在，就让我陪你一起，在沉寂之地永眠吧。就是他。您好，以下为主人陨落前留下的遗言。普恩，我的好兄弟，当你听到这段话时，我已经陨落。原谅我，1万年的岁月，我只是为了信念在支撑。只要族人能得到传承，我就满足了。崛起！崛起！务必将传承秘法带回。族群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。处心积虑，也不过是做困兽之斗，还真会伪装。哼！苍金王子众王几乎毫发无伤，眼下更不能冒进。且看他们如何处置宝箱，再前期行事。或许我能让磨砂分身变化为焰气族，骗过宝箱的感应系统。可一旦开启，他们又怎会让人类分一杯羹？为了祭他宝藏，可甚至不惜牺牲自己，如今却是一场空梦。白忙活一场。你们3个都先用神国传送离开。我们先离开，不就等于把宝藏让给你？那又如何？我们先行离开，会把神国宗庙完全暴露在你面前。你要如何保证之后不会尾随进入我们神国，灭口夺宝？依我看，实力最强的先离开，实力弱者最后传送离开。没错，我赞同。哼，真有胆子！唯我者死！虽然宝藏无法开启，但要是弄到你们3个的财富，也算聊胜于无。哥，我这就替你报仇！小孩子的把戏！
散而已。本既希望与你们人类，奈何难堪一用。既如此，便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最后底牌。这口中的气息如此令人心惊，仿佛历经无尽岁月。这绝对是宇宙尊者级别的重宝。在这口骨中之下，已有3顶蜂王陨落。而你苍金王就是下一个。就连苍金王的攻击也无法破开中体。人类，不如给苍金王陪葬。你们的宝物也一同归我了。这枚 A812火神元晶威力相当于蜂王巅峰强者自爆的3倍。若是爆炸被限制在这中体之内，威力更甚。宝物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的。中王。我的弟子们，我的老师们，再见了。死中王，杀我，你也一起死吧！不。即使中体阻隔了苍金王的9成威力，就也湮灭了我的部分神体。给我束缚！眼下苍金王和2个人类都已陨落，这剩下的宝物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宝箱和苍金王的遗物，怎么转眼间都不见了？人类，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还没法这么顺利拿到宝藏。谢了。别跑！可恶！前面有人。事关我的未来，至少要保证传承秘法在我们手中。
传承圣地。祭塔空间狭小，没法施展我最强战力。一旦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蛊咒，很可能对我下手。必须得尽快杀了他。啊！那人类不见了，却突然冒出一头怪兽，还是凤凰巅峰战力。折损过多，人类，你夺取本该属于我的宝物，这一仗迟早会向你讨还。以后的路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芯片，求赤卡族老陨落了，但也为我们族群带来了传承。大灾难前，族群的无数秘法，我们已经全部带回来了。有了族群传承，我族群一定会强大，一定会再度崛起。崛起！崛起！崛起！我听闻，经由宇宙之主复活，需要支付高昂代价。这些苍金王、紫薇卡的遗物，就作为复活夜辰王的资金吧。宇宙之主会统一复活大批的人类强者，我哥也会在其列。就算之后要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项艰难任务，能和我哥再次并肩作战，也足够幸运了。我能在乱中脱身，是托你的福。那个锁链宝箱也归你了。可我的身体损伤严重，恐怕留不住里面的贵重宝物。谢谢你，在我昏迷期间保护了我。幸福确认。生命气息确认。罗峰，你真发达了！第一枚戒指聚集了燕晋族不朽以下族人的财富，第二枚戒指是该族不朽强者的装备宝物，加上苍金王等人的遗物，价值约5600亿混元。什么？紫薇卡的飞船也才卖出61亿混元，而我一下子获得了近100倍的资产。这第三枚戒指里的是燕姬族的镇族之宝——锁空之臂。锁空之臂最多可影响100万公里的区域，在该范围内，空间波动将完全锁定，无人能使用空间法则。但锁空之臂消耗的能量巨大，1分钟就能消耗价值1320万积分的能量，相当于一个封侯不朽的全部身家。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用它，否则都回不了本。
事态紧急，鸿蒙城见。杨，最近有不止一人和我确认你是否得到了祭塔宝藏，我否认了，但是这没能妨碍他们继续打探。他们从哪儿听到的风声？是紫中王。宝藏已不见踪影，看来子中所言非虚，他还真在那个人类小家伙手里。那个人类现在在哪儿？你戴面具，不会就是为了方便打瞌睡吧？根据内部网络同步的最新消息，那个名为杨的人类正躲在兵营基地里。真是怕死的家伙！天阵王，多谢你提供各族在燕蓟大陆的最新动向，我会小心行事。异族存心谋害人类，本就该一致对外。若觉域外战场凶险，可随时加入我们队伍，共同进退。幸好紫中王似乎只是针对我，没有透露星幻王的相关消息。你倒有空关心别人，在兵营基地确实能免于追杀，可这不是让宇宙各族强者认为你心虚，更加认定你拥有宝藏吗？我来这儿不只是为避风头，从祭塔得到的那5600亿混元，如果不尽快转化为实力，又怎能守住这些财富？在完成采买后再出发不迟。你想好怎么花了？全部花完。什么？人类，我了解你的狡诈心性。你暂时起身不是因为胆小，而是在等待时机。我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。我们的对决一定会到来。大量修炼资源，用来提升金角巨兽强度。火神元晶作为应急之用，水神元晶用来给所控之臂功能。不过最昂贵的还要数着废魔毒液，一下子就花了3000亿混元。你怎么敢花这么大手笔？废魔毒液可侵蚀不朽神体，是毒药前辈最为崇拜的强大药剂师废魔配制出的可怕药剂。我相信前辈的眼光。疯子，刚忘了提醒你用法，将10克废魔毒液涂抹于兵器之上，一旦命中，就足以杀死蜂王极限强者。多谢毒药前辈。还有，那个，你给阿莫的培养液很好用，他想谢谢你呢，是不是啊？小陈，
晨晨，队长，你。获得提升之后，你在燕姬大陆自然不出其他蜂王。不过，这回换我们反向追查紫中王的行踪了。人类阵营里似乎还没相关线索。追查行踪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巴巴塔，即刻发布悬赏。是。公开悬赏，悬赏人杨，悬赏额5000万会员单位，5000万，悬赏金将提前转至军队系统公共账户。只要提供紫中王位置坐标，确认准确后即刻给付。5000万会员单位，还是军队系统公开悬赏？我一直很低调，也没人知道我有宝物。可现在，那些强者得到消息，肯定会争相来抢。既然无法再置身事外，我就必须表现实力，震慑各族强者。紫中王，你倒沉得住气。燕姬大陆上的人类不朽们找你都找疯了。光是悬赏就足有茨维卡悬赏银翼王石2倍之多，更不知道会请来多少帮手。我不是有重剑王和血兽王吗？有2位蜂王极限强者助阵，放眼燕姬大陆，谁是对手？这倒是，只有整个第7星域战场危险性最高的星辰塔，才聚集了各族蜂王极限强者。至于燕姬大陆那些普通蜂王，根本不足为惧。你打算何时动手？不急，我先示敌以弱，等他轻敌，再现身。有波动，是瞬移。那人类入局了。杨，多加小心。紫中王就在3210公里外的洞窟内，他未屏蔽信号，显然是有心在等。我知道他设了局，他也清楚我有备而来。他很自信，我也是。不过等他死的那刻，就会明白什么叫后悔。依林呢？还不动手，不好！好强的能量攻击，还好我反应够快。本来还想先单独与他斗上一斗，可现在还是立即让那2位来，有危险他们上，我等着找机会。像杀手，血兽王、重剑王，我先去引开他注意，2位就按第3计划从2侧包抄，不让他有片刻喘息，直接下杀手。你不是故意散布消息引我出来的？怎么如今又成缩头乌龟了？是你躲躲藏藏，现在终于出现，是购买了够强的武器了。是机械族的，还是焰神族的？先让你得意。血兽王、重剑王马上就到，就算你有杀招，也是他们俩先承受。我倒是要看看你得到祭塔宝藏能弄出什么底牌来。紫中王，你有什么招，尽管使出来吧，
否则不值得我用杀招啊！来了。什么？是蜂王极限。我曾了解过周围所有强者的战斗资料，其中就有着血兽王和重剑王。然而正面相遇，这两人气息之强，仍令人背脊不由发寒。杨，你死定了！想合围，我会让你们有机会出手。左空之臂。空间封锁。何兽王，你不是说这人类实力很弱，瞬移、空间法则都不懂吗？他确实不会啊。对了，这密位是祭塔，那时我们也兽族无法瞬移，他一定是用了祭塔秘宝，这宝物绝对价值无量。杀了他，带着一件宝物就放！就算不瞬移，你也逃不掉。是你们逃不掉了。什么？是最强火神元晶。没错，一颗就相当于10倍蜂王巅峰自爆，比我在祭塔中引爆的那颗威力强3倍。那颗直接炸死了蜂王极限的苍金王，现在这2颗哪里还有活路？逃！快逃！来不及了。可恶！这就是他封锁空间的目的。这人就是个疯子，他难道不怕死吗？难道他有自信在这最强爆炸中存活？活下来了，我没死，就是你死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就再送你一程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刀，上面抹了废魔毒液，只有立刻分裂身体，才能阻止毒液蔓延。只需0.01毫秒，0.72克毒液就足以传遍你每个细胞，瞬间杀伤。我要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那得到祭塔秘宝的人类出现了，紫中王居然都陨落了，那家伙必定也付出了不小代价，那就不足为惧。我们人多势众，正好去捡漏，先瞬移到远一点的地方，好随时应变。走走，晚了可就是马无了。不朽身体损失竟然达到了42%，那得耗费多少岁月才能恢复？我的不朽身体损失了59%，剩下的战力不足1成。好困，
若是再恶化下去，恐怕会陷入沉睡。逃！他不能同时追2个人，只要他稍有犹豫，便是时机。好惊人的能量残留，光是余波回荡就令人心惊胆寒。怎么回事？我方阵营无比强大的血兽王和重剑王，竟然在疯狂逃跑！神雷，别欺人太甚！可恶，人族小子！我的双重剑也不是好惹的。损失90%战力，竟仍能凝聚余力射出重剑，你果然很不错。可惜你只有1次机会。银河挂长空。这群白痴，不是他们白痴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血兽王逃窜，重剑王重伤，单单看到一个人类，恐怕也冲上城去了。2名蜂王巅峰，6名蜂王高等，10名蜂王初等。
共18人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异族们又拿你们立威了。那是我终身无法忘却的记忆，亲眼所见的事实。银甲青年的身姿优雅绝伦，他是黑色长夜中的萤火，自由翱翔。有毒！这刀光如长河，唯美绝伦，令人目眩，一刀裂大地。一刀破汪洋，一刀碎苍穹。几千万公里的世界被全数湮灭，化为虚空。在这变幻瑰丽的宇宙深空，这刀光长河更是奇观。18个蜂王围攻他，只活下来5个。可恶的紫中王，叫我们来根本没安好心。上次这般惨烈还是6000年前，人族七剑王在星辰塔用重宝虚空之物，同时碾碎湮灭诸多蜂王，强夺我方阵风星辰。200多位蜂王不朽，就被一个人类吓得不敢动手。那人类应该没到蜂王极限，肯定是用了某些代价极其高昂的手段，撑不了多久。标上，你先上。各位，蜂王极限何等厉害，我要击杀，自然需要付出代价。不过这代价我付得起。最强火神元晶，1000亿玉兰单位1颗。要是爆炸，蜂王巅峰必死，蜂王极限也。这人类的实
实力绝对不比蜂王极限差。诸位可知道这人类的封号？我等只知道他叫杨，没听过他有封号。他的刀法堪称绝美，一刀出，刀光凝结成河，久久不散。13条璀璨刀河悬挂长空，便是13名蜂王陨落。我看就叫他刀河王。刀河王，不会吧？重剑王可是蜂王极限，能被刀河王杀得那么惨，陷入沉睡？听说血兽王都被吓得抱头鼠窜。杂碎，可恶的杂碎！我倒是成了他成名的踏脚石。不过，他能硬扛最强火神元晶，未来定不可小觑。是该闭关潜修了。1年后，我定会突破至宇宙尊者，再复出。杀了14名蜂王，真可怕！希望以后不会遇见他。人类刀河王，杨，我都听说了，你也太强了，运气罢了。刀河王牛啊！真给我们人族长脸！算上天正王，已经有108个蜂王不朽联系你了。刀河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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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河王。不愧是我真野王的徒弟。真言，罗峰是刀河王的消息，乃绝密，绝不可外传。是。刀河王，接住就能混出蜂王称号，倒是颇有意思。这子中确实是重法，灵魂攻击、物质攻击都能抵挡超90%。可惜，身体融合防御宝物有限制，要融入子中，就必须把降甲珠逼出体外。那当然选降甲啦！降甲除了防御以外，还能赋予你10000倍借助之力。重剑王现在情况如何？你花了1200亿混元给他恢复实力，能不好吗？就算这次击杀异族蜂王赚了2300亿，你也不至于拿那么多。我已用万心秘法控制重剑王，他绝对忠诚，又能瞬移，有他帮衬，闯荡宇宙会方便许多。有意识波动了。主人，明明长得那么可爱，硬是要假装自己是壮汉。俺就是猛男，别小看俺。